观察一下你现在的姿势，是不是微微驼背，脖子往前探，嘴巴半张着？不用急着调整，先真实的感受一下，你的呼吸是不是又浅又快，大部分空气只停留在胸口，根本到不了腹部。如果是，你正在做一件事，科学记者詹姆斯内斯特把它叫做超加工呼吸。就像超加工食品一样，每天吃10个甜甜圈确实饿不死，但跟健康毫无关系。绝大多数人都存在呼吸功能障碍，却把随之而来的头痛、背痛、睡眠变差，甚至注意力问题，全归咎于别的原因。在解释为什么之前，我想先请你跟我做一件事，这只需要20秒，但这20秒可能会改变你对呼吸的整个理解。现在闭上嘴巴，用鼻子呼吸，跟着我的节奏，吸气2、3、4、5，呼气2、3、4、5，肩膀不要动，让肚子自然鼓起来。再来一次，吸气2、3、4、5，呼气，肚子慢慢收回2、3、4、5。好，如果你真的跟着做了，你现在应该已经感觉到了某种变化，头脑好像清醒了一点，肩膀松了一些。这不是心理暗示，短短20秒的缓慢鼻呼吸，你的神经系统就已经开始从紧绷模式往放松模式切换了。接下来这期内容就是要告诉你3件事，刚才那20秒里你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我们会失去这种本能，以及怎么把它找回来。先从姿势说起。人类的骨骼经过数百万年演化，原本是为全天候移动和户外采集设计的。但过去几百年里，我们突然变成90%的时间待在室内，大部分时间坐着的物种，身体根本来不及适应。你长期在电脑前保持的驼背姿势，直接压住了体内最重要的一块肌肉——横膈膜。横膈膜的形状像一个降落伞，吸气时向下弹，呼气时向上回。这种节奏不只是把空气送进肺部深处，还能对下方的消化器官进行按摩。但驼背时，横膈膜根本下不去，你吸入的氧气大部分卡在喉咙、口腔和支气管这些不参与气体交换的区域，就像吃了一大堆食物，嚼都没嚼就吐了出来。这种低效呼吸迫使身体加快频率来弥补。而大众对呼吸最大的误解恰恰在这里，以为深呼吸就是大口多吸气。事实上，我们犯的最大的错误是呼吸的太多了。浅而快的过度呼吸，实际上在持续向大脑发送错误信号，告诉它你正处于高度压力之中。结果就是神经系统全天候紧绷，从未真正休息过。那为什么鼻呼吸能在20秒内扭转这一切？你可能觉得嘴巴和鼻子最后都通向肺，能有什么差别？差别是根本性的。鼻腔内部布满了类似阻流板的结构，空气经过时被强制减速和加压。你可以自己试，先用嘴巴吸一口气，再用鼻子吸同样多的气，鼻子明显需要更长的时间。这种慢恰恰是关键。内斯特的比喻是，口呼吸就像3分钟内把一大碗饭生吞下去，鼻呼吸则像花30分钟细嚼慢咽。你的肺跟胃一样，需要时间来充分吸收。加压后缓慢进出的空气，让肺部吸收的氧气量远超大口喘气。减少呼吸次数，放慢节奏，反而获得更多氧气。不只是效率，通过鼻子呼吸，人体会释放大约6倍的一氧化氮，一种天然的血管扩张剂，能让血液和氧气更容易输送到全身。很多人运动时手指发麻发冷，就是因为用嘴呼吸导致过度换气，血管反而收缩。你日常90%的运动，包括慢跑，都可以，也应该用鼻子完成。只有极高强度冲刺时，才把口呼吸当作短暂的加速档，用完立刻切回。说到这里，你可以再做一个小实验，张大嘴巴，用力吸气，模仿打鼾的声音。很容易对吧？现在闭上嘴，用鼻子缓慢安静的呼吸，试着发出同样的声音。你会发现根本做不到，因为鼻呼吸缓慢加压的气流，在物理上就无法让软组织产生剧烈震动。如果你打鼾，那不是什么睡得香的表现，而是你的身体在最需要休息的夜间，为了每一口氧气而挣扎。松弛的软组织加上不受控的口呼吸气流，就像一面在狂风中拍打的破帆。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变成口呼吸者？答案藏在我们的脸型里。古代人类的头骨全都拥有宽阔的下颌和整齐的牙齿，宽阔的口腔意味着更大的气道。古人每天花3到4小时咀嚼坚硬食物，持续的机械刺激让颌骨充分发育。然后工业化食物出现了。研究者 Robert Corricini 花了40年，发表了250篇论文追踪这件事。
数据非常清楚，当英国和法国最早引入柔软的加工食物时，仅第一代人中50%出现牙齿不齐，第二代是70%，第三代达到80%。Corisini 在猪身上做的硬食与软食对照实验也证实了同样的结论，吃软食的那一组口腔明显更小。今天90%的人口腔偏小，牙齿拥挤，气道也跟着变窄。这种退化从出生就开始了。古代婴儿母乳喂养长达2到4年，吸吮的压力会将脸部向外拉伸，扩张上颚，同时强制进行长时间的鼻呼吸训练，因为吃奶时只能用鼻子呼吸。而现代社会用奶瓶喂养，过早引入各种超软食物，这个发育窗口就被关上了。缺乏咀嚼让骨骼变小，气道后部的软组织也跟着松弛，打鼾和睡眠呼吸暂停的生理基础就是这样形成的。好消息是，即使成年之后，口咽肌肉训练仍然可以强化气道周围的软组织。把它想成给你的舌头和喉咙做重训，练出来了，夜间就不容易塌陷堵塞气道。为了证明口呼吸的破坏力，内斯特在斯坦福做了一件极端的事，用硅胶把鼻子堵住，强制10天纯口呼吸。他本来打算做50人的对照实验，但首席鼻科专家 Jakar Nayak 否决了，理由是已知伤害太大，让这么多人参与是不道德的。最终只允许2人自费完成，结果令人不安。实验前内斯特根本不打鼾，强制口呼吸的第1个晚上，打鼾就升到1个半小时，到第3天，每晚4小时。2个原本健康的成年人，几天内都诱发了睡眠呼吸暂停，仅因为空气进出的通道从鼻子换成了嘴巴。这些科学其实在斯坦福已经被研究了50年，但因为结论是闭上嘴用鼻子呼吸，背后没有任何专利产品可以卖，几乎得不到研究资金。而内斯特之所以如此执着，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受害者，常年反复发作支气管炎甚至轻度肺炎，每次就医只被开抗生素，始终无法长期缓解。直到一位医生朋友建议他去上了一堂呼吸训练课，学会基础的正确呼吸之后，10几年来那些问题再也没有复发过。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《呼吸》这本书，文学经纪人的第一反应是，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选题。这本糟糕透顶的书最终在全球卖出了300万册。除了睡眠和体能，呼吸方式还直接关联到焦虑和哮喘。长期焦虑或患有哮喘的人，绝大多数都陷在过度呼吸的恶性循环里，喘得太快，排出过多二氧化碳。而二氧化碳并不是纯粹的废气，血液中必须保留一定浓度，否则会引发血管收缩等问题。这些患者对二氧化碳的耐受度极低，哪怕屏住呼吸几秒钟，大脑就会拉响警报，迫使他们更急促的呼吸，而这种急促本身就会诱发恐慌发作或哮喘发作。研究者 Justin Feinstein 长期追踪这类患者，约20项临床研究都证实，训练哮喘患者在感到发作前兆时用鼻子缓慢呼吸，几周内支气管扩张剂的用量就能减少约50%。部分患者在几个月后症状完全消失。这里我必须非常认真地说一件事。内斯特本人在访谈中再三强调，如果你正在服药治疗哮喘或焦虑，绝对不要自行停药。呼吸训练是强大的辅助手段，但请在有认证的呼吸治疗师指导下，配合你的医疗方案来进行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把这些科学浓缩成你今天就能开始执行的3件事。内斯特说过，这些方法听起来会极其无聊，极其平淡，但真理就是这么朴素。第一，让鼻呼吸成为你的默认设置。走路、打字、慢跑、睡觉，只要不是在说话或大笑，嘴巴就应该闭着。内斯特说，单单做到这一件事，呼吸健康就完成了大约70%。如果你觉得鼻子常常不通，用2根手指把鼻孔向两侧拉开，如果呼吸瞬间变顺畅，你可能有鼻阀塌陷的问题，大约20%的人有这个情况，鼻贴就能辅助改善。第二，睡眠胶带。大约55%到60%的人睡觉时会不自觉张嘴，如果你早上起来经常口干，大概率就是。方法很简单，买最低粘性、不留残胶的医用外科透气胶布，剪成一张邮票大小，垂直贴在上下嘴唇中央。这绝对不是拿大力胶封嘴，两侧仍然透气，舌头随时可以顶掉，它只是提醒你闭嘴的物理信号。第一天白天先贴10分钟适应，第2天20分钟，彻底没有不适感之后再试着夜间使用。有严重睡眠呼吸暂停或喝了酒的时候不要用。如果你本来睡觉就闭嘴，你根本不需要这个东西。
第三，就是你在开头已经体验过的5:5共振呼吸。每天设2个闹钟，各5分钟，吸气5秒，呼气5秒，肚子起伏，肩膀不动。目标不是永远刻意控制呼吸，而是通过每天这几分钟的训练，把潜意识里的基础呼吸频率从每分钟约15次，慢慢降到10次左右。就像养成健康饮食习惯，练够了，它自然变成你的默认值。内斯特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，你不需要成为什么超级呼吸者，只需要回到正常水平就好。做个生理意义上的正常人，你的身体就会给你非常可观的回报。改变可以从今天晚上闭上嘴巴睡觉开始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花1秒钟点个赞，这能帮助更多需要的人看到这些完全免费的科学常识。开始你的慢呼吸吧，我们下期见。